呢個我哋要做微創超骨先得嘅喎。OK， 即係開刀係咪啊？要用到機械，你上面掹係嘛？啊，上面呢個幾百蚊，下邊呢個2800。OK。2025年春节，还在美国纽约的我，左边上下2颗智齿发炎，整个春节都沉浸在巨大的疼痛之中。于是我咨询了纽约地区的一些牙医，得到的反馈比较复杂。我的右边上下2颗智齿已经在很久以前就拔除了，但是左下颚智齿埋的稍微有点深，属于阻生齿，需要开刀切开牙龈，用超声波骨刀慢慢把牙齿切成碎片，再一片一片拿出来。手术过程非常复杂，费用也不便宜，给我的报价从3000美元到6000美元不等，并且有些牙医警告我，因为这颗智齿跟我的面部神经很接近，很有可能伤及神经，造成面瘫麻痹的风险，希望我做好心理准备。随后我在网上查询了这类材料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一个词，叫做牙科旅行。大致意思是，在美国这种牙科治疗比较昂贵的国家，人们会选择去其他国家找比较好的医疗机构来治疗的费用，加上整个旅程的费用，依然比直接在美国治疗便宜很多，所以很多人选择出国治疗。于是我当天晚上就决定飞去中国治疗。我把这次治疗当成了一次 YouTube 视频的挑战节目来进行。我想要统计一下用比较省钱的方式出行，但是呢，选择当地比较昂贵的医院，用比较昂贵的手段来治疗，到底最终能节省多少钱？这次我订购了从纽约时间2月11日早上10点飞蒙特利尔，在蒙特利尔短暂停留2个小时之后转机去东京，在东京稍作休息，再直飞香港，总共在路上的时间超过24小时。而回程则是2月23号从香港起飞，经过11个小时飞行到温哥华，在温哥华停留17个小时，再飞往蒙特利尔，最终降落纽约，总耗时30几个小时。因为转机路程比较多，所以机票非常便宜，只有675美元。很符合牙科旅行的逻辑。而我最终的目的地是广东中山。作为一个在广东中山长大的广东人，我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。这里承载着我美好的童年时光和我的青春，还有一个我比较信得过的3甲医院——中山市人民医院。2月11日一大清早上，我来到了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，轻装上阵，不需要托运行李，只有一个小行李箱，装了几件衣服和拍摄器材就出发了。经过了20多个小时的飞飞停停，在香港时间晚上11点左右抵达香港。这时候从香港去中山的大巴、海上客运等业务都停了。有2个方式，要么打车去深圳皇岗找个酒店住下，第2天坐巴士去中山，要么从港珠澳大桥坐穿梭巴士来到珠海口岸，在珠海住下来，第2天坐高铁去中山。这里我选择港珠澳大桥这条路线，因为珠海到中山坐高铁更近，速度呢也更快。抵达香港后，先要经过香港入境处的移民检查，入境后跟着指示牌指引来到机场的巴士总站，这里需要乘坐 B4 公交车。来到港珠澳大桥香港码头处，这里依然要经过香港入境处的移民检查，从而离境。之后买去珠海的巴士票，跟随其他人一起上车，整个行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。之后就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，在这里我被警告不许拍摄，于是我关掉了摄像机。因为其他人走的是自动刷卡通道，只有我持护照走人工通道，没有其他人排队，于是检察官就跟我聊起天来，一边指导我填写入境卡，一边问我这次来中国要去哪里玩。我说我这次来是来拔牙的，他听到了表示很惊讶，问我为什么跑这么远回来拔牙。我说美国拔牙太贵了。他耸耸肩问我要多少钱，我说可能要6000美金。他表示不可思议，最后敲了入境章跟我友好道别。走出边检大厅，我正式进入了中国大陆境内，也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。
门口拉客的司机问我去哪里，一瞬间让我觉得那么的熟悉。就是这个味儿。我想从现在应该开始要跟我的智齿告个别了。当天晚上在珠海住下，第二天早上来到珠海高铁站，乘车来到中山。我知道接下来几天我可能每天只能灌流食，所以我去医院之前先把自己喂饱。之后我来到了中山市人民医院，即使阔别了10几年，这里一切都还那么的熟悉。挂完号之后，医生简单询问了一下，让我先去拍个 X 光照片，之后回到医院让医生评估。医生给我的建议是约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来拔牙。当我得知不是马上拔牙的时候，竟然有一种解脱的感觉。其实我从照 X 光片的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开始紧张了。很久以前拔掉的右边的2颗牙的經歷記憶猶新。呢個我哋要做微創超骨先得嘅喎。OK， 即係開刀係咪啊？要用到機械，你上面掹係嘛？上面呢個幾百蚊，下邊呢個2800。OK。因為你呢個近神經可能都係要用到機械去微創做先得。OK。然後到時候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，就係有幾日時，即係有1個星期左右，有可能會出現嗰個面目麻木嘅情況。哦，咁啊。係，你要清楚，因為近神經係有風險。即係你掹咗之後係幾日時間係食唔到嘢嘅係嘛？好，聽朝早你約8點半。9點半，9點鐘到就得啦。9點正，好 ，OK， 好，唔該。走出医院，我来到街上逛了一下，又美美的饱餐了一顿，回到酒店，等待第二天即将到来的酷刑。2月14号，情人节这一天，也就是我来到中山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，我回到中山市人民医院，医生简单跟我交代了一下等下拔牙的事项，签署了一份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的文件后，医生就带我去打麻药了。我不用先去交费吗？拔完之后拍好带你车就。这里我还比较奇怪，我印象中以前这里看病都是先交钱再看病的。我跟医生再三确认下，得知我可以拔完牙再交钱。也许是中国这几年逐渐建立起了完整的身份和征信制度，所以已经没有人能逃单了吧。结束了，就在这一天，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2个小时。在中山市最好的3甲医院里换了2位医生，同时有2位护士在旁边协助。除了开刀割开牙龈之外，我还经历了超声骨刀在嘴里不停地切割，一个人撬开我的嘴巴，一个人固定凿子，另一个人用锤子砸凿子，锤子一锤一锤地砸下来，我的头骨跟着共振，头晕目眩，我甚至能闻到血腥的味道，空气中也弥漫着骨血的粉末。因为整个过程持续的太久，中间还被补了2针麻醉剂。当最后我已经意识到有些混沌的时候，医生说结束了。最后是缝合阶段，医生给我开了止疼片和抗生素，交代我后面3天需要全程服用抗生素。之后吩咐我重新去拍 X 光检查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可以回家了。7天之后回来拆线。这次行程拔牙的过程已经结束了，剩下的时间就是自由旅行、放松和养伤的阶段了。我统计了一下这次拔牙总共花费，机票花费了675美元，拔牙花费3300人民币，大概450美元左右。坐高铁、打车等路上的花费30美元左右，在珠海和中山住了3个晚上的酒店，花费140美元左右。这些支出如果都算在这次拔牙的成本上的话，那我的总支出为1300元左右。离开医院后，我买了一瓶水，小口小口地喝着水，麻醉剂的效果慢慢散退，上下牙缝合的部位以及整个喉咙开始撕裂般的疼痛。这时候连喝下去的水都难以吞咽，赶紧吃了一片止疼剂，疼痛才有所缓解，但好在一切都结束了。再忍耐几天，等伤口完全愈合以后，就不会再被智齿所困扰了。未来几天，我将在这片土地上走走停停看看。我是 JJ， 我是一名摄影师，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